大家打赖的时候打温泉2个字，你的赖的贴图也没有，它跟你脸一样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哇，秋冬现在已经快要春天了，但是呢，天气还是冷飕飕，大家就会很想要泡在暖乎乎里面。那说到温泉呢，巨人你会想到哪里的温泉？当然是宜兰礁溪。哇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宜兰礁溪，我是想到的是乌来。乌来哦，那还有一个去年有去到的是哪里？日本。对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所在地呢不是在日本。是一个坐捷运就可以让大家泡到暖乎乎的，在哪里呢？新北投。哇，对，新北投到底有哪些好吃好玩的？还有哪里可以泡到暖乎乎的？就让巨人还有柔儿带大家去一探究竟咯。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！我们终于爬了好几百米，终于看到第2谷，700吧，走了700，它就是从捷运站出来，大概15分钟，就是慢慢走，用散步的方式。那因为现在第2谷不能再让大家做一些 DIY， 所以呢，它的旁边街道呢都有。这叫什么？温泉蛋。温泉蛋，然后温泉玉米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购买，自行购买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去台北北投第6谷咯。一进来就有一股浓浓的硫磺味。其实像很多人啊，他不太喜欢来新北投这边泡，就是因为它的硫磺味比较重一点点。其实我们现在到了很多的游客都在泡脚，那其实我觉得啦，不一定要泡到身体，其实泡脚，每天泡脚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血液循环、末梢循环是一个很棒的，知道叫什么？循环吗？身体的循环，新陈代谢啦。对，新陈代谢也是好的哦。所以大家没事在家里其实也可以泡泡脚，让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。那我们就准备去看哦。看旁边都是这个第2谷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温泉的符号，是蛮可爱的啦。对啊，这就是有温泉。大家打赖的时候打温泉2个字，你的赖的贴图也是这样哦，只是不是金色的而已。好，恐金耶，恐金咩？真的，硫磺也是恐金的。啊，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，会有很多的外国人。那其实这几年来呢，台湾算是外国人蛮爱来台湾观光的，因为台湾人就怎样热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投温泉的博物馆。北投温泉博物馆，首先进来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换上我脚上的这个室内拖鞋。
所以大家都会在前面把自己的外鞋脱下来拿着，然后会有一个这个牌子，所以这个牌子要保管好，因为要领回你自己的鞋子。好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望楼。望楼顾名思义，就是望出去就是一片美景。那因为现在呢，时至今日，大厦盖起来，要不然可以看到更美的远景，甚至是龟山岛，听说也都看得到。对，那是刚开始的，算是日据时期的时候。那这个望月楼呢，比较特殊的是，我们场景转到这一个面，其实它上下呢都是比较欧式、西式的一个建筑。那上面的那一个鱼楼板呢，这个板子其实它的设计呢，就是让冬暖夏凉。那因为以前的就是公共浴是在楼下1楼，那2楼我们刚才有经过那个榻榻米区，就是大家很常去泡完澡之后上来休息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刚才有听到的，就是在这边除了温泉非常的有名，那因为温泉就带动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繁荣，尤其是那卡西呢就非常兴起。那这边呢就是有乐琴，就是台湾国民乐器。那这是2条弦，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图片。那这个台湾乐琴就是有点类似像日本的3味线，但是它其实是2条琴，然后它的琴声也蛮好听的。那这首曲子呢，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，就是人家说的“白灵溪车本地，车到客仔去，跋一倒捡到一仙钱”。好，这就是白鹭鸶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往前走咯。老婆，我想要喝弹珠汽水。好，然后它是北投味，畅饮北投味。那巨人想要喝什么口味？它是不同的口味，上面有不同的小寓意。那我要喝北投公共浴场原味。看可爱吗？可爱啊！北投公共浴场原味，喝起来。我刚看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北投公共浴场味。浴场的味道。味道。然后我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了。啊。还好没炸。喝之前千万不要咬，不然会炸开。对。哇哦，味道童年的。味道童年吗？对啊。味道童年。有。那你童年应该很常喝啊。蛮常喝的啊。它很像那个。很像雪碧。不是。不是雪碧啊，那个香槟啊，香槟汽水。不是，那以前呢，大家在泡完澡之后呢，就是泡完这个公共浴所，泡完之后都会喝一个这个冰凉凉。对啊，帮助身体散热。对，就像去韩国跟日本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喜欢喝牛奶。牛奶啊。对。常驻体验，想看一下小鲜肉吗？还是要看一下美女环绕呢？那就准备来到北投浴场。我后方呢，这个是罗马式的浴场，那主要以前是服务男宾为主。那等一下呢，会贴文告诉大家女生以前要在哪里泡。那这个罗马大浴池呢，基本上它就是上面有很多设计这样圆拱式的，都是罗马建筑的感觉。那旁边呢，我们刚才看到的玻璃
它其实是仿照那时候在日据时期的时候的一个玻璃帷幕。那从玻璃这样子透射出采光之后，会看到，这个温泉上面的热气起来，它一个水流波纹，其实是非常美丽，非常具有一个神秘感哦。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设计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那同时间呢，来到北投呢，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我身后的这个石头，这叫做北投石。这个北投石呢，非常的特别，它其实是从1905年的时候就被发现的，而且它这个命名呢，算是全世界唯一一颗石头是以台湾的地名去做命名的。那北投石非常的稀有，这个北投石呢，稀有到什么程度？只有在2个地方有发现它的存在，一个就是在台湾的北投，另外一个就在日本的秋田呢，表面生成是乳白色结晶的部分，这个1公分厚的结晶需要120年。现在看到这个标本的母岩，它全重量是800公斤哦，是目前发现北投石最大的一颗哦，就在这里。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是台北市唯一一个还仅存的100年车站，是什么车站？新北投车站。对，那它现在呢移植到七星公园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里面。那展期都会不定期的更换。那通常里面都会有的是什么？就是在地的文化，比如说温泉，然后以及就是纳卡西，其实里面也都会有小小的介绍哦。那我们就一起去看吧。这个就是刚才有说到的，就是我们在北投温泉博物馆有提到的，因为有纳卡西这一个事业发起，那因为纳卡西老师是要赶场的，那怎么赶场呢？以前没有计程车，以前的计程车就是摩托车，就是会载着歌妓啊，或者是艺伎人员，或者是纳卡西老师，就是跑场。到现在还是有哦，这个文化到现在还是有，就是 LV 古早的宅基台湾 LV， 这叫嘎基德啊。那这3道呢是酒家菜里面最经典的：鱿鱼螺肉蒜、乌鱼子拼盘、柠檬炸香鱼。然后我们身后呢是一辆旧型的火车，看到它仿佛是来到时光隧道一样。新北投捷运站呢，它的路线啊，以前是新北投车站的火车站的路线。那因为捷运是盖在旧的火车的铁道的路线的上面，所以名称都很像。对，新北投车站就是在以前的旧北投车站的路线上，对，所以用现代的方式保存以前的传统与文化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，真的。毕竟我们希望这些文物历史呢，可以代代相传，让未来的子子孙孙都可以知道，以往我们是怎么有这一些文化。好哟，那我们要去来看一下它这一个剪一段的铁路时光故事喽。Let's go。
回溯到1989年。这个是古早味的高富帅，超大一杯。好，那就请高富帅的巨人帮我们来喝喝看。比我脸还大我已经脸够大，他竟然比我脸还大。没有，他跟你脸一样大。好，那我先喝看。喝一下哦。好喝茶香。我叫你新的一年，请说出一些厉害的字眼。我就恭喜发财，我们帮他来。发财谁都想要，没有啦，就是不是，我是说这个茶喝起来，除了你觉得是怎样的好喝？真的好喝哦。因为刚才店家有说古早味不是半糖就是正常糖，少了这2个糖就不是古早味。通常红茶如果没有煮得很透的话，它有涩涩的味道，这个是没有。也是还蛮香的，茶香喝进去马上就出来了。好哟。对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一间是川野的，这个是什么 ？Olay， 对，川野 Olay。那这间呢，真的是 CP 值超高，对啊，非常推荐大家。我们点了这一堆给大家看一下，超多东西的，然后满满的，既然300多一点点大洋，哇，我真的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蛮保值。对啊，真的，对，吃超饱。大家是否都跟着我们的行程吃起来、逛起来、玩起来呢？别忘了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一定要怎么样？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龙耳卷爱幻想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那因为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你继续。打断我了。这个人现在，这平衡感也太差了吧？平衡感差，没办法。这样还不太可以，这样行的。就是有人说我今天这个很像，就是刚洗好澡。啪。